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8缸分油盘，从台北来的很漂亮的红色 W126的560 SEC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部车从里程数上看，它大概只跑了6万多公里。那从内到外照顾得非常的漂亮，等于以大哥标准来讲，已经是达到 A 级的标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经过30多年的使用，它的堵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理论上，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只跑6万公里，那虽然经过30多年，那是不是应该不会堵塞吧？错了，因为经过30多年，里程数越少，它堵塞越严重。怎么讲呢？因为车子如果没有运转之后呢，那分油盘它里面就会产生油垢。因为油箱的污染物经过30多年下来，有加油站的沙子，汽油挥发掉之后留下来的胶泥，再来就是油箱部分的铁锈。那因为6万多个公里，代表这部车很少跑，那可能是长时间停在车库里面这会造成，因为分油盘它并没有就好像没有汽油的流动，就好像我们的水管老房子、旧房子，或者是说多年没有使用的房子，那它的水龙头的水一定是比正常还要小。那如果常常在使用的有人住的房子常常在用水龙头，那水龙头的水量就是大这个观念我们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并不是里程数少它就不会堵塞，是里程数少反而堵塞的更严重。那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经过30多年的使用，里程数只有6万公里，那它的供油状况是怎么样？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06209。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现在进行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主要这个功能这个动作主要在测试它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到底是不是符合标准。那在大哥的题材上面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1分钟的全油门，它应该要在190 ml。如果以560的这颗分油盘的话，它应该在190 ml因为这颗分油盘里程数少所以大哥可以预感它的供油量绝对是堵塞相当严重。也就是说，它没有定时的发动。如果说我们车子长久不开，一定要定时发动，让我们的油、水电都有在运转好 ，OK， 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10，第2缸110，第3缸115，第4缸110，第5缸120，第6缸110，第7缸110，第8缸100，跟190 ml 的标准出油量。我差了，平均都落在110，那190减110 80 ml，还要少了一半，190少了80 ml，就等于少了一半。那这个现象，因为它出油量还算蛮平均的，都在110上下，这个是带入到堵塞，这个现象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运转，因为我们老车。不是放着就不会坏，钢体放了不会坏，因为它有机油在里面保护。
钢体，不会生锈，但是油的东西，因为它有管路，而且是分油盘，我们这个分油盘，它里面的，因为它要产生高压，里面的管路是非常细小的，只比头发稍微大一点点，口径，所以说不是车子没开就不会坏，车子要常常开才不会坏。那无论如何，等大哥检修过之后，我们再。这颗从台北来的6缸分油盘，8缸分油盘，560 SEC， 我们发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它的油压调整器这个地方一直在漏油。然后呢，尤其是在我们启动引擎的时候，会更加明显。现在还在慢慢滴油。OK， 好，大哥，发动引擎，我们看到有油喷出来，再来，大哥发动引擎，这个渗漏的相当严重啊。那这个油压调整器，尤其它这个是。后三码是013的，013，因为它是高压，它是压力比较高，6.6 kg 的这个的规格，大哥手上并没有没有那个现品，也没有外汇品，因为这颗这颗油压调整器，市面上应该会找不到。如果找得到的话，也应该一定在1万元以上哈。大哥手上并没有，那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短时间之内还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如果长期使用会有火烧车的风险。第二个问题，这个擦压法，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湿的我看到这个地方都是湿的。那这个湿的这个问题呢，跟里程数其实也没有关系。那它会漏油，应该讲说是30多年下来，它的外壳的塑胶材质硬化吧，使得它包的里面的铜的机芯并没有办法密封那这个大哥有。外汇品，这个新的一颗要差不多13000以上吧，现在涨价的大哥不知道。那大哥目前有2手的那个外汇品良品，大概在6000左右这个可以解决。但是这个油压调整器这个大哥就目前手上没有现货，我们就将就使用吧。将就使用，它并不会影响到供油，只是说有看到它漏油，总是心里不舒服。这颗从台北来的红色 W126的560 SEC 大哥，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这颗分油盘它的系统脆弱量在大哥器材上面标准应该在190 mol， 它脆弱量只在110。这是大油道堵塞，每一缸都很平均，但是因为大油道一进去之后就堵塞了，造成供油量不足。那这个现象会造成，因为稀薄燃烧会产生引擎的高温马力又不足经过大概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系统脆弱量到底现在情况是怎么样。OK，
大哥打开电，这颗分用盘的编号是06209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一样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这个阶段的测试，是在测试它的系统出油量，也就是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如果因为出油量不足，就会产生引擎高温、稀薄燃烧，那马力也不足。比如说上林口坡的话，那可能油门就必须要踩重一点。这样子呢，反而造成我们的油耗增加。我们在机台上面，在大哥机台上面标准出油量应该在190 mol， 那整修之前是110 mol 的出油量。你来看看整修过之后，它是不是能够达到190 mol 的标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185，第二缸188，第三缸190，第四缸185，第五缸190，第六缸189，第七缸185，第八缸185，跟厂方要求的也就是说大哥机台上面的190 mol 误差看下来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无论如何，还是一句话，老车是放话语的，缸体不会坏，但是供油系统油水一定要运转，否则油路也堵塞了，水道也堵塞了，所以这个切记，车子如果不开，尤其是老车，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让油水力运转。那就好像我们家里的房子没有人住，水龙头还是要开，让它的水路一定要运转，避免堵塞所造成我们像这个堵塞就造成，虽然30年了不过从今后开始，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记得保养老车就是常常开，不开一定要引擎发动，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W126的560 SEC 双门跑车的6缸分油盘，编号06209，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决定影响到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它比以大哥认为它比系统出油量也就是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还要重要，因为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的品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从台北来的红色 W126的560 SEC 双门跑车的6缸分油盘，编号06209的完修后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一缸200，第二缸200，第三缸200，第四缸200，第五缸195，第六缸200，
第7缸195，第8缸19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也在3%以内哦，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无论如何，大哥在强调，这部车子内外都非常漂亮。它是在30多年下来，都是在一个很优秀的停车环境下经过30多年下来，内外都达到 A 级标准。但是分油盘、供油系统，不管是电喷还是机喷，都一样，油箱是个污染源，导致我们的供油堵塞。像这个分油盘，它是190ml 的系统出油量，它只出在110ml，少了快一半。那这个现象，记得30多年的老车，不管电喷，30多年前没有电喷了，不管电喷、机喷，一定要10分钟，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让油水电能够运转，避免它堵塞。6万公里，我们一想说，那车子没有开不会坏吧？没有错，缸体不会坏，但是油水电都堵塞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记得这部车整修好以后，将是会因为它的缸压又是在标准的在11 kg/cm 平方左右，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部车子经过整修过之后，分油盘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但是条件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车子常常开，最好不开也要发动引擎，让油水电能够运转。就好像老人家一定要常常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顺畅，新陈代谢能够正常。以人的年纪，这部车子应该超过120岁了。人90岁报废，车子30年报废，奥迪、Volvo、BMW 几乎都报废了。宾士车我们舍不得报废，但是我们要让车子健康，一定要常常运动。老人家、银发族记得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让车子的血液循环能够运作。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分油盘回送到车上之后，我们的引擎测试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